我們總說世界離不開中國，卻總有人不以為然，覺得是我們自誇。可當一位歐洲北約成員國的首相4年內4次奔赴中國，當着全世界的面鄭重表態，這份認可比千言萬語都有分量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根據中國新聞社4月14日報道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於4月11日開啟了自己4年內的第4次訪華之旅，行程持續至4月15日。這份高頻次的元首往來不是客套的外交禮節，而是西班牙對中國發自內心的重視，是兩國攜手發展的真誠期許。此次訪華，桑切斯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，沒有多餘的寒暄，全是務實的對接與交流。他專程訪問中國科學院，接受了中國科學院大學榮譽教授稱號，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中國科技實力的認可與尊重。他還走進小米科技園，深入了解中國科技企業的發展成果，推動中西兩國在科技、經貿等領域的深度合作，為兩國企業搭建溝通的橋梁。4月13日上午，在清華大學即將迎來建校115周年之際，桑切斯走進清華園，做客海外名師講堂，發表了題為世界格局下的西班牙與中國的關係的主旨演講。這番演講字字懇切，句句真誠，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倍感溫暖與自豪。演講中，桑切斯從400多年前利瑪竇來華繪制世界地圖的歷史講起，明確表態，若沒有中國這個偉大國家的參與，實現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目標無法達成。他還嚴厲批評了用零和博弈視角解讀國際關係的做法，認為這種觀點錯誤且危險，主張世界各國應以開放合作的心態擁抱多極化世界，通過相互理解與合作，共同守護地球家園，延續人類奇蹟。他還感慨，中西、中歐過去能夠實現共同繁榮，今天也沒有理由不能再次攜手實現共同繁榮。這份認可是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肯定，更是對中國大國擔當的讚譽。這場演講不是空洞的外交辭令，而是基於全球現實的清醒判斷，是西班牙對中國的深度認可。桑切斯用自己的行動，用一句句真誠的話語，告訴全世界，中國不是世界的局外人，而是全球穩定與繁榮的壓艙石。世界離不開中國，這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。可能有人會問，西班牙作為北約成員國，為什麼敢如此頻繁地親近中國？要知道，當下的國際局勢複雜多變，美國動輒對盟友施壓，可桑切斯領導下的西班牙卻始終堅守自己的立場，不盲從，不妥協，甚至敢硬剛美國。眾所周知，不久前美國曾揚言要切斷與西班牙的貿易往來，特朗普更是直接怒罵西班牙是北約叛徒。可西班牙壓根不為所動，轉頭就奔赴北京，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外交抉擇從來不會被美國綁架。作為北約成員國中唯一一個敢公開與美國對着幹的國家，西班牙絕對算是獨一份的存在。而西班牙4年4次訪華的核心原因，除了戰略上的考量，也有實實在在的經濟需求。作為歐洲第2大汽車製造國，全球第9大汽車生產國，西班牙的汽車工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。2025年，西班牙汽車產量跌至227萬輛，同比縮減4.23%。出口額縮水7.8%，更嚴峻的是，它正面臨着來自南部摩洛哥的激烈競爭。數據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摩洛哥汽車產量暴漲36%，達到35萬輛，不僅成為非洲最大汽車生產國，還躋身歐盟第5大轎車進口來源國。更讓西班牙緊張的是，斯特蘭蒂斯集團正考慮自2029年起將雪鐵龍 C4 車型的生產線從西班牙遷到摩洛哥。一旦生產線遷移，西班牙汽車工業這塊壓艙石很可能被徹底搶走。就在這樣的困境下，中國成為了西班牙的救命稻草。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技術領跑全球。2025年，中國品牌在西班牙市場直接賣爆，全年賣出11.6萬輛，同比增長140%，市場份額突破10%，歷史性超越日產、菲亞特等老牌車企。奇瑞汽車與西班牙當地品牌合作，復活了西班牙百年品牌 Aibar。
由奇瑞提供核心技術，在西班牙本地工厂組裝。2025年 Ever 單品牌就賣出 1.8 萬輛，直接衝進當地銷量榜前20。到2026年，這家合資公司還計劃開始生產奇瑞品牌汽車。從戰略自主到經濟共贏，這場跨越山海的攜手，既是西班牙突破困境、尋求發展的明智選擇，也是中西雙向奔赴、共促繁榮的生動寫照。未來，隨着兩國合作的持續深化，必將書寫出更多互利共贏的新篇章。除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訪華，這兩天阿聯酋王儲和俄羅斯外長也一前一後趕來中國，簡直把中國當成了全球避風港，那場面比過年走親戚還熱鬧。先說說阿聯酋王儲，這哥們兒最近可是愁壞了，用焦頭爛額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。美伊談判剛一崩，他就馬不停蹄地直奔中國，那急切的樣子，恨不得插上翅膀飛過來。可能有人會問，美伊鬧矛盾跟阿聯酋有啥關係？那你可就太不了解阿聯酋了。和沙特、科威特那些純靠賣石油過日子的國家不一樣，阿聯酋尤其是迪拜，經濟高度依賴旅遊、航空、地產、物流和金融這些全球化服務業，說白了就是靠人來人往、錢來錢往過日子。這種經濟結構最經不起的就是動盪，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。可美伊一鬧僵，阿聯酋直接成了最大的冤大頭，損失慘到讓人心疼。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，中東局勢升級已給阿拉伯國家造成巨額損失，其中阿聯酋首當其衝。短短1個月時間，迪拜和阿布扎比兩大證券交易所的市值就蒸發了超過1200億美元，其中迪拜金融市場綜合指數損失約450億美元，阿布扎比 ADX 綜合指數損失約750億美元，資本恐慌性外逃，看得人揪心。更要命的是，阿聯酋的兩大經濟主動脈直接被掐斷了。迪拜的傑貝阿里港是全球10大集裝箱港，處理着全球約10%的集裝箱吞吐量，業務量占迪拜 GDP 的30%以上。可因為海峽戰事、航運中斷、風險飆升，這座港口直接陷入癱瘓。還有迪拜國際機場，被稱為空中霍爾木茲，是連接東西方的全球航空樞紐，也因為遭受襲擊被迫中斷運轉。全球貿易航班取消和繞行造成的損失，每小時就高達數億美元。更慘的是旅遊業，據統計，中東戰事爆發後，海灣國家旅遊業幾近停擺，每日損失高達6億美元，酒店預訂取消率逼近100%。迪拜原本被西方投資者視為避風港的信譽也遭到毀滅性打擊，依賴外資的根基徹底被動搖。小編覺得，阿聯酋王儲這時候來華，心裡就一個念頭：再不來找中國，我家的飯碗就要被砸了。中國自然也沒讓他失望，不僅明確表態會積極致力於促和止戰，願同包括阿聯酋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推動中東局勢恢復和平，還願意幫阿聯酋轉型，推動它向儲能、氫能、新能源汽車、動力電池等綠色能源領域發展，讓它擺脫對服務業的過度依賴，對沖西方經濟波動和地區安全風險的衝擊。這不，此次訪華，阿聯酋王儲直接和中國簽了農業科技、投資、中醫藥等多項合作文件，相當於抱上了中國的大腿，心裡總算踏實了。這邊阿聯酋王儲剛走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緊接着趕來。4月14日至15日，他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，這急切的節奏簡直比趕高鐵還緊張。有人調侃拉夫羅夫這是線上溝通不過癮，非要線下碰一碰。其實這話一點都不假，他此次緊急訪華，說白了就是來和中國對暗號、定調子的。要知道，俄羅斯現在也是腹背受敵，日子不好過。本來想着趁着全球能源危機多賣石油賺點錢，從戰爭消耗中喘口氣，可沒想到烏克蘭重創了俄羅斯的石油設施，讓他根本沒法從油價上漲中獲利。更讓他擔心的是，美國對伊朗的封鎖可能導致伊朗政權不穩，而伊朗是俄羅斯在中東的戰略支點。2025年初，俄伊還簽署了為期20年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，覆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能源等多個領域，相當於準同盟關係。一旦伊朗出問題，俄羅斯就會失去這個關鍵的戰略夥伴。早在4月5日，也就是美伊談判開始前，中俄外長就已經通過電話就波斯灣局勢進行了緊急溝通，明確表示在伊朗問題上立場一致。而此次拉夫羅夫親赴北京，就是要把這種線上溝通延續到線下，和中國進行深度戰略對表，為可能爆發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做好外交預防。
他們的核心目的很簡單，劃定局勢升級的紅線，協調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舞台上的共同立場，防止美國利用安理會決議為自己的單邊軍事行動披上合法外衣，確保中俄兩國在面對極具侵略性的美國時，立場和行動高度統一，相互支持，相互配合。小編猜測，拉夫羅夫此次訪華還有一個隱藏目的，就是為普京總統2026年上半年訪華打前站，協調議程，對接立場。可見中俄關係的高度和默契。其實不管是阿聯酋王儲，還是俄羅斯外長，亦或是西班牙首相，他們扎堆訪華的背後都藏着一個共同的答案：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局勢動盪下最可靠、最安心的避風港，是各國尋求和平與發展的首選夥伴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